经过了数个月的等待，美国援助的 M1终于是到货了。就在5月16号，根据外媒的报道，美国防部发言人帕特里克·莱德证实，五角大楼的31辆 M1艾布拉姆斯坦克已经抵达德国，将用于训练乌克兰坦克兵。也就是说，在不久的将来，这些 M1将被乌军开回乌克兰境内。那么，到时乌军将如何运用这些坦克呢？接下来跟大兵一起来看一下。根据开头的报道，31辆 M1坦克在抵达德国之后，受训的乌军士兵将在未来几周内抵达德国。而现今已经接近5月底了，也就是说，乌军士兵可能已经抵达德国了。会有约250名乌克兰士兵参加为期10周的培训课程，其中一些人学习操作坦克，其他人则是学习修理和维护坦克。由于时间紧迫，这些乌克兰士兵的训练强度可能会很高，也就是每天训练12个小时，每周6天。而正式的训练计划将在6月中旬开始，持续10周的课程结束之后，他们还可以选择进行高级作战演习的额外训练。需要注意的是，在培训课程里面呢，维修培训是极为重要的一项。要知道 M1A1 远比豹系和挑战者系列坦克要复杂，需要大量的维护才能确保它的正常运行。而这些训练课程未来呢，都将由来自美第7集团军训练司令部的美军士兵来主持。同时，美国防部长奥斯汀还宣布，在乌军士兵掌握了 M1操作技能后，这些坦克就会被移交给基辅当局，也就是入秋之后。不过，坦克培训还只是一个小问题，想要让这些 M1形成战斗力，乌军还需要解决他们的后勤问题。此前呢，美国之所以犹豫要不要援助 M1，原因之一就是美军的许多军官认为，艾布拉姆斯对于现今正处于战火中的乌克兰来说，实在是有些太过复杂，而且难以维护。最重要的是 ，M1的运营成本太高了。与之相比，反而是通过回收那些苏式、俄制坦克，更能让乌军保持战斗力。其实这些关于 M1A1 的问题啊，确实不假。该系列主战坦克虽然从诞生以来一直都霸占着坦克排行榜前3的位置，但它的战力呢，却需要美军优秀的作战体系和强大的后勤保障来维持。如果没了这些保障， M1坦克将无法达到完全体，战斗力至少会下降1/3。而在众多后勤保障中，燃油更是 M1坦克的重中之重。首先，该系列坦克虽然不是世界上单价最高的主战坦克，但它却是全球所有现役坦克中油耗最高的一款。由于 M1A1 所使用的动力系统霍尼韦尔研制的 AGT-1500 燃气涡轮发动机，该发动机呢，虽然能使用多种燃料作为驱动，比如柴油、汽油以及煤油等等，但是美军依然对其使用的燃料做出了规定，必须使用 GP8 航空燃料。而美军之所以这样的规定呢，是为了进一步降低对后勤保障的需求。但缺点是 GP8 太贵了，乌克兰现今的情况是根本用不起。这样的话，乌军就只能将柴油作为驱动燃料了。那么问题又来了，如果使用柴油的话， AGT-1500 的油耗将非常高。根据以往美军统计的数据显示，使用柴油时，该发动机仅仅是启动就需要约37升的柴油。在路面上待机时，油耗为 0.6 升每分钟，平坦路面正常行驶则是 4.7 升每公里，一旦野外行驶就会猛增到 3.7 升每分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而这一点呢，在海湾战争中是被体现得淋漓尽致。M1虽然配备有一个1900升的超大油箱，但在中东的沙漠地区，实际的续航里程却只有约115公里，还不到预定里程的1/4。当时有一位英军军官曾这样评价 M1A1 的惊人油耗：艾布拉姆斯的平均油耗比挑战者是高出了4倍多。而在整个海湾战争期间，参战的 M1A1 几乎每3小时就需要加一次油，如此惊人的油耗，不知道现今的乌克兰能否负担得起。因此在这里呢，大兵的建议，未来乌克兰可以寻求美军的后勤帮助。作为世界上唯一需要全球部署的武装力量，美军从冷战时代开始就建立了一套完善成熟的后勤供应体系，其后勤大动脉的毛细血管可以深入到地球的任何角落。从五角大楼的办公桌到一线士兵的背囊，都被一张后勤网络紧密地连接在一起，通过各级司令部、后勤设施和物流系统有效地运转起来，充分保障了美军在世界范围内的作战行动。当然了，乌克兰也可以根据战区的不同，设立独立的后勤指挥部。
并为后勤指挥部安排后勤旅和工程师团队等单位。其中呢，后勤旅是一个灵活的编制，师级后勤旅可以由后勤指挥部指挥，但是也隶属于师部的作战部队。这是因为后勤工作需要超越师级单位的同步协调能力。而后勤旅下辖的燃油支援营则可以负责运营燃料支援网络，每个营至少有一个由中型卡车组成的车队负责分散运输。在理想情况下，师级或者更高级别的燃料供应点将处理后方区域的燃油补给，而旅级及以下的后勤单位能够在更接近战场的地方提供战术加油。不过，在解决了燃油问题后，乌军还需要解决 M1A1 的维修保养问题。作为现今世界上坦克排行榜前3的存在， M1 坦克强悍的战力与它精密程度是息息相关的。按照现今美陆军的规定， M1 系列坦克平均每运行1小时，后续就需要对其进行长达8个小时的维护，期间呢至少需要4名维修人员。虽然此前美军曾说过，该系列坦克能在没有外部保障的情况下，依然可以独立运行长达1周。但如果在这1周内没有对其进行一系列维护和保养措施的话，那么它很快就可能会出现系统故障，而最容易出现故障的就是动力系统了。由于 M1A1 所配备的发动机和变速箱都是极为精密而且复杂的设备，因此一旦出现故障，维修起来可不容易。此前美军立下的 M1 也是依靠着其遍布全球的强大供应链、保证体系以及专业维修人员的操作下，才能快速应对各种突发故障。但现今的乌克兰并未组建这种体系，因此一旦这些坦克出现重大故障，乌军就必须得到美国的一些援助。至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在距离乌克兰边境不远处一个波兰的军事基地里，有一群美国士兵和翻译员在那里工作。他们通过安全的聊天室在 iPad 上回答乌军士兵关于各类武器的维修问题。每个主要武器系统都有14个聊天群，形成了一个临时的战时远程服务网络。比如说，乌军可以发送因反复射击而磨损炮管的照片，或者需要维修的武器的视频，而另一边的美军维修人员就会向乌军发送维修草图，展示他们如何去修理这件装备，并为乌军准备可以替换的零件。至于培训问题，这里可能很多人会问，上面不是已经经过长达10周的课程了吗？但这远远不够。M1 系列坦克的成员训练其实是要比英德两国的坦克更加复杂繁琐的。要知道，现今美陆军的坦克兵进入役前的训练就需要约22周，这还只是完成了 M1 系列坦克的基本训练而已。如果想要熟练驾驶它们进行实战，那就需要经过更长时间的培训了。毕竟，一位合格的 M1 坦克车组成员必须熟练操作坦克的方方面面，比如车辆操作、车辆识别、车辆维护、作战战术、战术机动以及连队及空底配合等等。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出该系列坦克的最大战力。这里大兵觉得战区里面的一句话非常适合来形容 M1 系列坦克：你可以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坦克，但并不代表你就拥有了世界上最强的战斗力。而除了以上几点外，限制 M1A1 在乌克兰战场上发挥能力的还有许多因素，比如乌克兰泥泞战场环境会让 M1A1 寸步难行，超重的体重可能会压垮乌境内的桥梁等等，这些都是乌克兰必须考虑的。那么如果以上问题得到解决了，乌军会如何使用这些北约坦克呢？在谈论这些北约坦克之前，咱们就不得不先了解一下乌军的装甲部队编制。现今的乌克兰装甲部队有着坦克旅、机械化旅、摩步旅以及空中突击旅之分，其中每个坦克旅下属有3个坦克营和一个独立坦克营，每个坦克营当中有3个坦克连，而每个坦克连当中则包含了3到4个坦克排。乌军的坦克排与俄军不同，为4车排，也就是有4辆坦克。也就是说，乌军一个坦克旅至少需要144辆坦克。而截止至今，北约各国援助的 M1、豹系以及挑战者系列坦克总数已经达到了257辆，这里面包含那些已经承诺但是还没有到货的坦克，这已经快要足以让乌军组建2个准坦克旅了。再加上此前援助的那些轮式突击炮、步兵战车、装甲车以及防地雷车等等，乌军已经具备建立10个机步旅的实力了，也就是2个机械化军团，完全能在未来发动一场前行攻势。
此前，俄军总参谋部前作战处上校霍达廖诺克就曾表示 ，M1A1、豹2和挑战者都具有很强的战役意义。如果乌军能够有200到450辆北约坦克，就有能力发动一场战役级进攻。那么现在坦克数量够了，乌军该往什么地方打呢？关于这个问题大兵认为，目前最适合乌军坦克行军的便是扎波罗热地区。要知道，在俄乌战争爆发的第1个星期，俄军就夺取了扎波罗热70%的区域。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扎波罗热是一个大平原，无险可守，十分适合坦克推进。在北约援助的坦克到货后，俄军也要面临同样的困境。在这条战线上，无论是乌军突破攻打马里乌波尔和梅里托波尔，还是俄军进攻扎波罗热威胁顿涅茨克侧翼，都会对全局起到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无论是俄军还是乌军，只要肯付出足够的代价，都有突破对手防线达成自己战略目标的可能性。而现如今呢，扎波罗热大部分地方还都在乌军的控制当中，后勤支援十分方便，俄军的现有兵力不占优势，只占了扎波罗热少部分地方，而且战略位置也不太重要。如果乌军发起大规模坦克进攻，当地的俄军将很难抵挡。至于具体会如何实施，在获得了大量北约坦克之后呢，大兵认为乌军的战术大概率还是会复制伊久姆和赫尔松战役，也就是集结优势机械化部队绕过俄军主力集群，从两翼猛扑俄军的后勤补给线，不强攻坚城，转而攻打补给线，迫使俄军弃城撤离，或待对方物资匮乏时再发动进攻。再者呢，就是随着未来美国和北约军援的到来，乌军足以建立起一个战役级打击集团和一个担任后续梯队的战役打击集团。如果乌军2大战役打击集团一前一后，以扎波罗热北部为出发点，向南线发动重型坦克集群突击，那么乌军可能只需要3天时间就能够突破82公里区域，直取梅里托波尔。一旦乌军控制了这个交通枢纽，那么整个南线俄军的后勤补给线就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赫尔松左岸俄军甚至有概率被乌军切断合围，而乌军一旦切断了俄军的南线补给线，在没有了80%以上后勤补给的情况下，俄军在赫尔松和扎波罗热的防守将愈加困难，到时候可能会全面后撤，退守顿巴斯俄控区。而一旦这样的情况发生呢，克里米亚将直接面对乌军的炮火和导弹的威胁。这样一来，这场战争俄军差不多就算是完了。当然呢，如果不进攻扎波罗热区域，乌军呢还能选择重新攻下巴赫穆特，完全掌握此地的控制权。这样一来呢，借助巴赫穆特的交通线，就能实现对周边区域的兵力、物资支援，进而一步步反推整个顿涅茨克地区。讲到这里，还有一个大胆的选择，那就是直接进攻俄本土别尔格罗德州。该州呢，作为现今俄军支援前线战场的重要物资聚集地，如果能将其占领或者陷入混乱，必然能切断俄军通往乌东前线的运输动脉，进而极大影响到战局本身。最终，顿巴斯和巴赫穆特区域的俄军甚至有可能因为后勤资源问题不攻自破，同时还能打破俄军的兵力部署，迫使其调兵回来救援比尔格罗德，为其他战线上的乌军创造反攻机会。总结来说，随着9月份乌军坦克兵训练结束，再加上北约各国援助的坦克逐步到位，到时候一场大战是将不可避免的。那么大家认为，在未来的大反攻中，乌军会选择进攻哪个方向和区域呢？欢迎在评论区内讨论。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也欢迎各位指正。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